看一看他们的背景。30年前呀，我跟博瑞先生认识的。当初我特别喜欢他，我在暗恋他，也没有告诉他。后来他结婚了，有些朋友也给我介绍过女朋友，可我觉得一直没有郝小丽好，所以我就一直耽误到现在了。我10年前呢离婚以后，在3年前又相逢了。我们现在呢，谈的也很不错，就想结婚了。他这个人啊非常好，可是呢，我们家也没有房子，他的房子呢也很小，就是10平米。他跟我结婚，他带他妈过来，所以我们现在烦心的事儿就烦在这上了。他自己的经济状况呢也没有发展的那么好，加上我自己啊又是那么一个要强的人，所以啊我总是想，这个已经过一次错车的婚姻上啊，我不能再错一步了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呢心情很纠结。所以放心才能更快乐。30年的苦苦守候，面对物质的时候，可否冲破障碍呢？来，用你们热烈的掌声，请出这对主人公。来，有请。男主人公博瑞50岁，来自北京，公司职员，年收入4万元；女主人公郝小丽53岁，北京税休，年收入2万元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您看他好深情哈，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么深情的一忘就忘了您30年，忘不掉是吗，博先生？是忘不掉。介不介意回忆一下30年前第一次见到小丽姐的时候是什么感受？因为我们当时是工作上的业务往来，我发现这个人还真是不错。后来时间一长呢，我就暗恋上他了。你都没表白过？没有。然后我发现他结婚了，后来我当时特别后悔。我当初应该跟他表白一下。然后让他知道。那您当时他暗恋您，您没有感受吗？没有，不知道。压根儿不知道啊！人家都不知道，您就30年不结婚，就为了等他？也接触过几个，我当时心里就老是有他，老拿他跟他们来比，看是别的女的就不太喜欢，就看着别的女的都不行。对，他是我最初的初恋，所以这个印记一烙就烙30年。对，3年前小片里说3年前又相逢了。对，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？在一个就是朋友聚会这么一个场合下，然后我碰到博瑞，他也听朋友介绍说我呀离婚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开始联系了，有的时间打电话，有的时候呢，出去一块逛逛公园。逐步呢，我们俩呢感情就越来越深了。谁先提出来说咱们先男女朋友？博瑞先生提出来的。对，等了30年，终于敢开口了您。对，我说的，咱们现在岁数也都不小了，而且我也一直在喜欢你。我说咱们能不能结婚？就直接这么说的。对。当我知道他等了我30年的时候，我特别的感动。可是呢，因为我离婚了以后吧，当时困难挺多的。我的母亲呢，从精神上到经济上都在关心我。并且呢收留了我。如果能够结婚呢，我呢就想带着我的妈妈。可是呢，她的这个家庭这个现状呢也特别有限。他们只有一个10平米的平房。哦，那是麻烦一些哈。所以不能结。所以就不能结，因为我们家的条件也很有限。您介不介意我问您一下，第一段婚姻为什么失败？我吧个性比较要强，那个时候啊也是，他们家的那个住房条件也不是很好，我呢就是思想特别偏激，我就去那个让他呢加班加点的去工作，到了单位以后呢，人家老说你怎么老在单位里待着，还有一些女人吧，她的那个想法就有一些自私了，就把她给拉走了，其他的女人乘虚而入了。对。那这房子就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，而且你听大姐的这个婚史，那没有房子就没有希望啊。
因为我等他30年，我爱着他30年，我觉得他也挺喜欢我的。所以我觉得房子呢，应该不是我们结婚的障碍。不是您这10平米怎么住啊？不是还有个老妈妈吗？我觉得他妈，因为他有儿子，让他儿子去养。如果今后我们房要大了的话啊，也可以给他再接回来。他也告诉我，他还有一点积蓄嘛。我就想让他买一间比现在稍微大一点的房子。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可是你说我要是说把积蓄我全都买了房了以后，今后万一有个病或者说有个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去照顾他呢？没结过婚，肯定没孩子。对，是不是还担心想用那点钱给自己做一个养老什么的，觉得更踏实更安全？对啊，也有这方面想法。两位现在的这种吸引走到一起，是不是真的一种爱的驱动，还是背后有其他的东西？让我们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。我知道这个于老师那儿有他们的那个问卷，对吧？你看到了什么？从这个之前的心理测试当中来看呢，这博先生去爱一个人这么执着，同时也说明他比较固执。那说到这儿呢，恰恰想说一下郝女士。郝女士刚才也承认说自己比较强势，对吧？你给你的前夫出了难题，对，他做不出来，做不到，最后呢，他逃避了。其实你在说，我今天我希望改变一下我自己，但是你没有改变，你还是在重蹈覆辙，仍然在给博先生出难题。所以30年的爱情，多么让人羡慕！任何人都会说，你们走在一起吧，你们订婚吧。你是说任何人都会说是吧？我是这么感觉啊，至少我是这样感觉吧。黄老师，你觉得他们应该走在一起吗？我的看法是，有什么比老来伴还重要的呢？找爱情，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是找一个伴，它并不是找饭票。也不是找生活保障。如果你要求你的爱情、你的爱人除了爱你之外，他还要保障你的人生，甚至还要保障你母亲的人生，那我觉得你对你的爱人要求太高。好，万老师，博先生爱了对方，郝女士，所谓暗恋了30年，但是我除了这一点，我看不出有任何他们2个可以走到一起的理由。我认为这2位啊，都生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，尤其是这位博先生。哪有说当初喜欢他，然后就人家嫁人了，我就莫名其妙爱他一辈子？痴情哦，痴情你吃的有道理啊。这是不是你的思想有点保守了？你看人家黄老师说这样男人一定要哦。你听他的，你听他忽悠啊。博先生不是说博先生人不好啊，但是你人好不等于就能做老公啊。老不结婚的人到了50多岁、50岁左右，他肯定有些生活习性。我们一般人是觉得有点怪的，于老师会吧？专家给分析一下。这个从一般道理上来看，应该是会的因为像温老师所说的，人的性格如果这个长时间下来没有结婚，没有在一起，一定是跟结过婚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有自己的习惯。万老师说其实是反对他们的，你的意见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祝福的吧，因为2个人应该相爱是一定的，只是说2个人彼此他们有把这个条件放在面前了。不对，我不同意。我认为他们俩的相爱是非常虚的。他建筑在沙滩上。这是很可怕的。一旦真正的生活在一起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胡说八道，你们真的矛盾重重啊！可是人家过不下去的。不会，人家现在是啊，现在你没在一起生活。黄老师怎么了？我觉得你要知道，他若是还有房有车，他已经是一表人才了，而且收入稳定，作风正派。这是街上有多少剩女，您知道吗？所以啊，这也是我的一个纠结之处。我要是你不顾一切，先抓住再说。你是不是这个深有感触的说？你看，现在有钱了，想找一个真爱我的人，我都不知道他爱我的钱还是爱我，是吧？我还不妨告诉你，我男朋友还真是硕士刚毕业，没房没车没积蓄。后来呢？我们就在一起呗，这有什么呢？你要先有能力去保护你的爱情，先和爱你和你爱的人在一起，然后遇到困难再说。什么时候出嫁？年底请你喝酒好吗？太好了。干嘛非要在电视上逼我结婚呢？这什么人啊？但是我再强调一句，他们所谓的爱情是虚的万老师认为说，当中的爱情，万老师认为说，这30年实际是一个虚幻的30年，是一个自我构建的30年。然后在考察了2个人讲述的各自的生活经历之后，会发现其实2个人的性格上面是不太一致的。2个专家说应该走在一起。
一个专家说坚决不能走在一起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听听观众和朋友们的建议，进入踏浪旁观者清。平时，我是博瑞老街坊和老朋友了。哦，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？我支持他姐，为什么说你支持啊？对，啊，那是因为甭管怎么说，30多年吧，确实不容易啊。像这种情况，这种爱啊，太少了。您做不到吧？我还真得考虑考虑。那位是？我是那个郝小丽的那个特别好的朋友啊。说句不好听话，博瑞确实这个条件那么次，我是挺不赞扬的。因为小丽吧，我过去也给她介绍过对象。这条件怎么次啊？你看看，50岁未婚，30年守候一个女人。年收入有4万元，怎么了？他们俩没在一块生活过，是吧？如果他们俩真要生活在一块儿，小丽的个性确实受不了他这样，因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我是最了解他了。有一年吧，是在前几年的春节，小丽给我打电话，就说姐姐早认识你，我不会离这个婚的。其实我最喜欢我这个丈夫了，我这丈夫就当初没处理好。所以造成这样，到春节就打的。也就是说，大姐实际现在对于她离婚这事儿还在思念。对，我这么想，小丽是最痛苦的是什么呢？如果要真跟他结了婚了，过了5年3年，啪又离婚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小丽往哪儿去？你说我是她姐们儿，我看到难道她在大街上待着吗？大姐，您不觉得您太我觉得您这种做法吧，和第一位教授和那个老师说的不一样。现实，因为我是最现实的了。如果他条件特好，因为我是最理解他的了。你听我说哈，杨振宁教授82岁要找28岁的温帆，凭什么找你50岁年薪2万的郝小丽呢？我现在说啊，就是博瑞他多么纯洁，多么善良，就等了他30年了。小丽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房子问题才跟他弟弟闹了矛盾，甚至打了110，跟他们家春节闹得特别不好。我就想小丽，就这个问题，我特别不同意他们俩的问题。但是拿婚姻去他妈妈也是反对这问题的。您听我说，拿婚姻去换房子，第一是不对的，不是这个问题。第二，你凭什么拿你这样的婚姻去换房子呢？你还年轻貌美吗？有一人爱你30年，记得是你初恋的那种美好印象。如果是现在才认识你，你有什么条件让人有房有车的男人去觊觎的呢？那我要说了，我不同意黄焕的观点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这我也是。正因为我等你30年，你非得嫁给我，没这个道理的。是因为等30年这才可贵，因为是你有钱了。别着急啊，问问哈。来，男生哈。我现在建议是2个人不要在一起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建议2个人还是试下婚吧。试婚啊！是。因为来，为什么试婚啊？单身30年了，那还是处男吧。所以说，大姐，您能接受一个没有什么性经验的人跟你在一块儿？刚那几位老师也说了，这么多年一个人单身下来，说不定有或多或少会有点不同于常人的习惯。所以说我还是希望2个人试下婚。我现在需要女孩子哈，不问那么理性的，咱们感受一下哈。一个男孩等你30年，你会嫁吗？客观来讲，我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30年都没有去了解，我觉得以后的30年也不会了解。谢谢。看起来好像场面上很热闹，大家其实都提出了各自的一些现实的角度，供2位来参考。来，进入我们的黄金60秒。大家先开始。我觉得一个人有多少个30年，这30年让我等得好辛苦。房虽然是小了点，但是我觉得那毕竟是咱们温馨的家。我真心的爱着你，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的考虑。博瑞，感谢你真心的等了我30年，感谢你的对我的爱，我会把你当作我的好朋友，真正的关心你，希望你今后生活得更加幸福。这是大姐发自你内心的话是吗？真的希望吗？您还那么坚持吗？来，请转身。
回到你们的原点去。谢谢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现场的观众朋友，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，在你们的心里觉得这两位应该走在一起呢，还是像现场一些专家和观众所说的那样务实的分手？请选择。来。哦，现场61.82%的观众朋友认为他们应该分手。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我们的嘉宾朋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Say goodbye, say goodbye. 有点接受不了。有话跟大姐说吗？面对镜头告诉她。我真心真意希望你幸福。黄欢为什么要哭啊？如果是我不会离开。啊，因为等了你30年哈。我觉得忘了他吧，他不爱你，也不是你该爱的人。换一个值得爱的人去爱，懂得你爱的人去爱。我觉得你有一笔财富是我们很多人没有的，用30年爱一个人。但是我想，生活还要新的开始，带着这个财富去追逐属于您自己的爱，好吗？大哥，请回。我情愿